当然要在。走。去哪儿啊？哇，初夏！哇，初夏山好漂亮啊！初夏，不好意思，我还真骗了你第二回。哎，这怎么能叫骗呢？小沈讲，这叫惊喜。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马上要结婚了。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到这儿才知道初夏要结婚的，而且给他打电话又打不通。我也是。哎，初夏是不是要给咱们一个惊喜啊？大家稍等片刻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初夏怎么跑了？你别过来！照片、媒体，还有那么多客人，怪不得让我从后门进来。我还换什么礼服？沈安，你竟然搞出这么多事情来，你疯了吧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配合你？就凭3个字：叶教授。不对，昨晚我妈还不愿意见这个叔叔呢，今天就跟他结婚了，这事肯定有蹊跷。你干嘛去啊？哎呀，你不用去了，你妈肯定会回来。她要不回来，阿姨陪你一块儿去找啊。我觉得孟想说的对，孟初夏不像是这种人。哎，会不会给他设套啊？你反应真慢，孟初夏这么一看就知道是被骗来的呀。不过设局的人敢把局设这么大，肯定有信心让孟初夏乖乖就范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站在骗子那一波啊？谁愿意娶孟初夏，我就跟谁站。嘘，叶教授，你真的找到了吗？迄今为止，你看到过有什么事我办不到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没有审案的话，你能不能找到叶教授？那个手术一定需要叶教授吗？如果我跑了，现场这么多亲戚朋友，我爸妈会不会尴尬？你这是威胁！我只是想帮助我以后的妻子完成愿望而已，何况这只是一个结婚仪式。从法律上来说，孟初夏还是单身，得与失之间，你自己衡量。没人强迫你做任何事，即便你离开，我也会帮着伯父伯母应付剩下的局面，绝对不会让他们难堪的。走或者留，都由你决定。诸位贵宾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刚才新娘看到来了这么多客人，太过紧张，不知如何面对，所以才离场。
现在我要宣布，结婚典礼继续进行。沈爱，我就当陪你演一出大戏。餐厅那边是忙好了吗？是啊，没想到表白的工程这么复杂，我觉得比做网站还难。哎，今天新闻部的人怎么这么忙？发生什么大事？今天是沈氏集团沈总的婚礼啊，之前完全保密，一点风声都没有透出来，结果今天突然就举行了，现在媒体部啊都忙得不可开交呢。哎，不对呀，李总，你不是和沈总是好朋友吗？为什么你没有去啊？新娘是谁？好像是姓孟。沈岸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你对面的孟初夏小姐作为你的合法妻子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健康或疾病，富裕或贫穷，你都愿意毫无保留地爱她，对她忠诚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好，请问孟初夏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你对面的？行了，我愿意。啊，我愿意。你这个新娘还真不矜持啊！我只是想快点结束。好，那现在有请二位新人互换结婚戒指。首先，有请新郎为新娘佩戴戒指。有请新娘为新郎送上一生不变的承诺。谁能想到孟初夏这辈子竟然能戴上这么大的钻戒？阿姨，我上厕所。哎，这种理由就想骗我，不准去。不是，我真的得问问我妈怎么回事儿。听话。哎呀，还能怎么回事儿？这都交换戒指了，你呀就好好的等着认新爸爸吧。哎呀，幸将你们带有戒指的手向来宾展示吧。现在该结束了吧？还有最后一个环节。新郎，你现在应该拥抱并亲吻你的新娘了。这个不用了吧？今天作业多吗？
不，什么时候能写完呢？写不完。你好，请问你这里是招聘职员吗？现在是的，我是过来面试的。哦，您稍等，我去找一下我们经理。要找经理？您到门有何贵干？我是过来面试的。您太会开玩笑了，沈太，快去叫他。沈太，这不是在骂我们吗？不知道我们公司来考察来了吧？来，沈太，快！不用。我怎么可能骗用你呢？你抢了我的男人，我得省工资。你认识沈岸啊？会认识的，如果没有你的话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菲菲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出去，街上的人都在看我。正常。我等公交车也有人议论我，我去面试，现在公司都不要我了。太正常不过了。你以前面试不也没人要你吗？这回不一样，以前他们是嫌我不能加班，嫌我工资太高，现在是连开口的机会都不给我。这不太正常了吗？你现在是沈氏集团的大少奶奶，他们要雇了你，是让你干活呢，还是供着你啊？让你干活太委屈你了，他不让你干活，人家何必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后悔了吧？当了少奶奶的名，却没有少奶奶的实，所以我说你亏了呀。这事儿啊，找沈岸去，他得负责任。走，我现在听到沈字我脑就疼，可别跟我提。菲菲，你怎么了？看着这么没精神呢？我都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。为什么不吃呀？减肥呀？丹妞说了，我腰要再细一点会更好看。是腰重要还是命重要？没有腰的生命还有价值吗？说过你。看什么呢？衣服。
我跟你的夫妻关系仅限于结婚仪式上那2个小时，现在已经结束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只要在微博搜索栏打上你的名字，你一天的行程都能查出来，还有各种角度的偷拍照片呢。但这种东西只能更引人注意，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天气？还不都是你害的？对了，叶教授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了？正在联系中。你到底有没有找到叶教授？之前你一直那么努力的找他，没有找到，是因为叶教授他去了外地旅游。这是他旅途中的照片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你就别管了，不会耽误了瑶瑶的手术。暂且相信你，有消息了记得给我打电话。走了。哎，我今天来是有正经事要跟你谈。什么事？你明天和梦想搬到我家来住吧。你还没疯够是吧？结了婚就应该住在一起的，不是吗？过来，过来。沈总，我陪你演的一出结婚的戏码已经仁至义尽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走了。没带钥匙吗？看不出来吗？我搬进来住了。什么人呢？你是？这是我家，这叫私闯民宅，你懂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你家，可同时也是我的房子。房东愿意那么便宜的价格租给你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把这房子买了？对啊，我给的价格让原来买房子的张先生笑到嘴都合不拢啊！莫初夏，有话慢慢说，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去收拾行李，等梦想回来之后立马搬走。租赁合同可只签了1年呢，那么多违约金可就要白扔了。违约金我1分都不会少给你。不过等我搬出去之后，我只希望你能从我的生活当中彻底的消失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哎，初夏，跟我来，过来。初夏，你的神经还真是粗啊！这些记者早就在你家外面蹲守好久了。我虽然不是什么明星，但是作为沈氏集团的总裁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。所以我的生活里一直有传媒记者的影子，再加上婚礼的高调曝光，你早就已经跟我绑在了一起。今天就已经有记者拿着你在街上的照片来问我了，所以我才要求和你住在一起。因为如果不这样做，媒体就会说我们感情不和分居。刚结婚的夫妇就分居，会引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而这种影响会是连锁的，先是沈氏遭人诟病，然后伤及经济利益，最后员工们也要受害。
沈总，你现在的口气好像是我特别不懂事似的。你别忘了，要不是你搞出这么多乱子来，那些记者没事会跑过来拍我吗？初夏，我明白你现在所有的无奈和愤怒，但是你确实说过，只要有人能够接受你、照顾你，还有梦想，你就愿意和这个人好好生活。以前我向你提出结婚的时候，你总是想也不想就一口拒绝。现在事已至此，请你认真的考虑一下，跟我共同生活，哪怕是就帮我当做一个同伴。拍档。曾经，我有一个挚爱的人，被我的母亲无情的一手赶出了我的生命。这些年来，尽管我的事业一帆风顺，但当初的那种无法掌控命运的无力感，总会不时的攻击我，折磨我。这次跟你结婚，与其说是要跟我妈妈斗气，倒不如说是我非常自私的想要补偿当年的遗憾。初夏，你听着，咱们争吵过，争执过，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，可是你不能否认我确实曾经帮过你，所以这一回也请你帮帮我好不好？请你看在我是如此真诚的份上。可是结婚是多大的事儿啊，我帮你也不能帮到这种地步吧？其实不用很久的，我只请求你让这段婚姻真的存在过，哪怕只有一阵子也行。这一阵子是多长时间？起码要等我们彻底淡出媒体的视线，等我的母亲她承认我已经过上了自己的人生。怎么跟梦想说呀？梦想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。这位叔叔从现在开始要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啊。不过你放心，就只是一种合租的关系。你们都已经决定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要不是为了瑶瑶的手术啊。不过这个房客是要交房租的。梦想，这件事儿吧，它有点复杂。这位沈叔叔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房东。就说了，上次你淋雨发烧，他送你回来，你就在床上迷迷糊糊的说什么房子的事儿。过2天咱们就不用搬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古怪了。哦，小子，你可比你妈妈聪明多了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家呀还是有聪明人的，所以请你呢以后不要兴风作浪了。回屋了啊。你们家到底谁是家长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不要！
我睡觉的时候空气一定要清新。便宜你了，能跟我一起享受。怎么了？我们这座小庙真装不下您这尊大佛，托您的福，保远寺断了。啊，我都忘了，以前我派人保护你的时候呢，他们跟我提起过，说你家线路不好。还好意思说你找人跟踪我的事儿是吧？不提了。哎，孟静夏，从今天起咱们可真过上同居生活了。哎，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？你再这样我真反悔了啊！明白了，我的意思是，孟初夏，我愿意像答应若楠的那样，给你和梦想你们母子俩最好的照顾。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了什么人的话，我也会二话不说拱手退出，并且负责解释所有的真相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尽快履行你的诺言，让叶教授给瑶瑶做手术。还有，就算我们俩住在一起，也希望你能够离我远点。走开。沈太，行。哎呀，沈太，我跟您说啊，您下次来的时候一定提前打招呼啊。那我一定到门口亲自迎接您呢。我说真的，如果您愿意聘用我的话，我做什么都行，当钟点工都成。沈太，刚才是不是我犯什么错误了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！您直说，下次我一定改。哎，黄总，您真误会了。你看我都跑了好几天了，您这儿真是我能找到最后一家公司了。要不您就看在沈总的面子上面，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谢谢你了，沈太，那我也谢谢您了。您看在沈总的面子上，您。你跟踪我？你忘了？热心网友微博发布。看什么呢？我正在看一个在一上午就被拒绝了3次的一个女人，确实气质不一样。我说你一个大公司总裁，有班不去上，跑来看我笑话，有意思吗？孟初夏小姐，该生气的是我吧？你刚才跟那个人说的什么话？沈氏集团总裁的老婆要去给别人当钟点工？你以为我愿意是吧？那我找不到工作，我怪谁啊？确实，所有人都知道你现在是我的太太，不会有人相信沈氏集团会让总裁的夫人给别人打工。像今天的情况，以后会持续发生，你只有一个解决方法。
就是你说的解决的方法吗？这份合同和以前一样，各项保险福利齐全，薪水也跟你离开沈氏之前没有差别，会根据你的出勤和工作业绩进行相应的奖励和扣除。年底的时候，公司会进行统一的分红。你看一眼，如果没什么意见，签好字，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。我有意见。驳回。好，那你替我签，看看有没有用。孟初夏，你要认清现在的形势。以前你找不到工作可能是运气不好，但总有希望。可现在希望已经输给了现实，除了沈氏，已经没有别的地方愿意聘用你了。替自己和梦想的生活考虑清楚吧。这并不是施舍，我主张的这场婚姻给你带来了损失，所以现在你应该得到赔偿，不是吗？那我有一个要求，工作当中不能因为沈太的身份给我什么特殊的照顾，我希望靠我自己个人的能力得到应有的报酬，可以吗？你总算识时务了一回，你的担心多余了。这回不仅没有什么特殊照顾，我还安排了一份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。孟小姐，咱们两个以后又要成为同事了。好，我现在应该叫您一声沈太。不用，詹先生，以后在工作的时候叫我小孟或者初夏都行。詹先生，这倒让我想起咱们最初碰面的情景。那时候谁又能料到您会嫁给总裁呢？哎，为什么是你呢？是，为什么会是我呢？对了，詹先生，新工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呀？沈氏在人事管理上一直都采取末位淘汰制，这你知道啊？我知道呀，管理部门会在每一个工作季度结束的时候，对每一位员工的业绩进行评估跟打分。如果连续3个季度的评分都排在最后的话，被劝退。Right。沈氏一直是很大方的，考虑到这些员工的心情，在他们被劝退的时候，都会补发3个月的工资。但即使是这样，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，他们有的痛哭流涕，有的情绪激动，所以这些工作需要专门有人去应对去处理。孟小姐以后的具体工作就是发布劝退通知。前面就是人力资源部了，走吧。加班晚了点，饿了吧？菜我买回来了，放厨房里了。行，马上做饭。哎，梦想，跟你说多少遍了，这浴帘用完得拉起来。我没洗澡呀。不然这……妈，里面有人。啊！谁让你在这里洗澡的？哎呀，里面有人呢。我不在这儿洗，去哪儿洗啊？这是我的房子。你家洗澡不关门是吧？我家就我一个人，洗澡本来就不关门。你家洗澡不开水龙头？洗完了还开什么水龙头？那你听到有人进来不能说句话吗？这你就错怪我了。你进来我也吓了一跳，本想躲在帘子后面等你出去，谁知道你非要进来。啊，孟初夏，你不会是已经发现帘子后面有人，刻意想偷看我吧？我偷看你？你就一变态，一流氓！被看的人是谁啊？怎么当成我变态了？有人做饭吗？没人做，我做了。吃完了。那，你吃完饭别往那一窝，都消化不好，起来走走。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抄呢。哎，前几天我没在意，电脑为什么会摆在外面啊？
上来啊。总说自己是个男人了，那么就应该有独立的个人空间。沈岸，谁允许你擅自做出这种行为的？哪种行为？说。信任孩子的行为。孟初夏，你想清楚，要当着孩子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宣告你有多不相信他吗？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。啊，想起来了，以前跟你妈妈闲聊的时候，她说过你是外星迷。这本书不错，不过我那儿还有几本更加经典的原文书，回头给你带过来。我不要。哦，你还喜欢科比？要你管。我有科比签名的球衣，他打球的时候穿的，送给你。沈岸，我要提醒你，我们顶多算是房东跟租客的关系，你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来干涉我们的生活。这个屋子里面没有其他人，你不用演戏，所以我们的界限最好划分得清清楚楚。你是说洗澡那件事？别打岔，你又是要跟我们一起吃饭，又是搬电脑要跟孩子套近乎，你不觉得你越界了吗？还说什么我跟你聊过他喜欢什么外星？聊过？啊，可能是我记错了，或许是若男跟我说过。总之，其他的小事也就算了。梦想在我心里重于一切。以前发生什么事儿你不清楚，你就不要乱插手。墨菲定律知道吧？当你越想把一件事情往一个方向导演的时候，它越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。难道要对一个15岁的孩子听之任之吗？你觉不觉得梦想很像一个人？谁？我儿子可比你帅多了。孟初夏，我是认真的。梦想他跟我小时候很像。孤僻、叛逆，而且还自以为成熟。大人越是监视他，他就越叛逆。作为一个母亲，你应该试着让梦想愿意告诉你他想做什么，做过什么，而不是画出条警戒线把他困住。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教育言论非常简单，他又不是你儿子，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得提醒你一句。他也不是你的儿子，你能真心对他，别人为什么不能？沈岸，我警告你，以后在这个屋子里面，这种话不允许再出现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你，我们是我们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否则别怪我翻脸，拎包走人。还有，叶教授的事儿，请你抓紧一点时间。妈，我先走了啊。梦想，哎，等我一下，一起走。不自律的人生多可怕！你不用太着急，我有车。你有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在一起工作的新婚夫妇，难道不该甜甜蜜蜜的一起上班吗？有必要演那么全套吗？看什么？要是演全套的话，咱俩应该再生个宝宝。疯了吧你！孩子，结了婚不该有个自己的孩子吗？拜托，要别停，千万别停，别停！他这个人真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。哎，
怎么脸色不对劲？是不是没考好啊？行了，班主任不是说了吗？就你进步最大了，1次2次考不好算什么呀？你上次说那个姐姐现在怎么样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问了。你上次说她离开了你们家，住到了学校，是因为你爸爸妈妈对她不好吗？也不是，那会儿我刚生出来，爸爸妈妈当然对我的关心多一点，对她的关心就少一点。听说她跟我爸大吵了一架，就搬了出去。其实我长大以后也挺喜欢这个姐姐的，也劝过她搬回来，可是她说她不愿意介入一个完整的家，真不理解她怎么想的。我能理解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是不是你妈妈要嫁人了？那个叔叔说他还要跟你妈妈再生一个孩子，不要你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她和那男的只是名义上的。你妈妈是不是说她跟那个男的只是名义上的结婚，其实一切都不会改变？我爸爸当初也是这么哄我姐姐的。哎，怎么说走就走？瑶瑶最近好吗？你看过她吗？喝杯水。好，谢谢。这位大哥，一会儿听完我说的话，您先别太激动，有什么不爱听的，别往心里去啊，也别什么都不往心里去。您没心脏病之类的吧？那就好。我被辞退了。那个公司会补发给您3个月的工资，另外您想换工作的话，还会给您开一份非常漂亮的推荐信，您看行吗？我这就办手续。哎，这位大哥，这些解释都没有意义，我只想知道，为什么眼看就要签约了，对方会突然反悔？是不是你们没有处理好跟对方的关系？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不管是什么原因。总之，尽快解决这个问题，否则你们就别从青岛回来了。就这样吧，挂了。虽然我不是很介意太太在工作的时间来找自己的丈夫，不过看起来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私事。总裁，这位是我今天约见的员工，我了解了一下，他们家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，公司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不可能，孟初夏，这是公司的制度。他以前是一个挺有人脉的销售，只是这半年实在是太不走运了，孩子惹了官司，自己又生了病，手头上的经销商又全都被别人撬走了，这才影响了销售。能否留在沈氏，取决于他能给公司创造多大的利益，而不是他有多少困难，懂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对其他的员工是否公平？他目前的状况，就算留下了，还能不能胜任以后的工作？销售东奔西跑，压力太大了，他自己也知道承受不了。可是我发现他性格特别的沉稳，温和又大度，可以去做客服吗？总裁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孟初夏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让你爱心泛滥的地方。不用再考虑了，我的答案就是不行。可是你不让他试一试，又怎么知道他不行呢？而且有了这得来不易的第2次机会，他肯定比其他的员工更努力、更认真。沈总，沈太，其他的员工都知道他困难，大家都是能理解的。孟初夏，这些说好听一点叫希望，难听点就是幻想。将来出了问题，是你负责还是他负责？有，看来我们新进的沈太太并没有享受到特殊照顾。本来我以为我们的儿媳妇走后门又回到了沈家，
一定会恃宠而骄。现在看起来，我儿子并未因为你而有所改变，哼，我放心不少。董事长，你应该叫妈妈。你都多久没有这么叫我？孟小姐这么称呼，我承受不了。董事长，如果能有别的选择，我也不会再回到沈氏工作。不过请您放心，我跟总裁早已经达成共识，在沈氏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小职员，我会靠我自己个人的努力得到应有的报酬。您放心吧。孟小姐，你利用了我们母子之间的敌意，而谋得沈太太这金光灿烂的金环，还在这儿装什么自强、清高？你不觉得有点可笑吗？什么叫利用敌意？沈安，这2天我也冷静地想一想，如果当初我不是那么极力的反对，相信你们俩也不会那么快结婚。出于对你跟对沈氏的保护，我没做出任何过激的事情，也算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一种宽容。不是安，你可以换种角度分析一下，就算是你想随便的把一个女人放在家里做太太，这个女人她有资格吗？董事长，如果您听别人说了什么，或者刚才我对他的态度让您产生了什么错觉的话，恐怕要让您失望了。我跟妻子是真心相爱的，即便刚才对他语气硬了些，也是出于对他在工作上的尊重。实际上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，只要是他提出的要求，我都会慎重考虑。初夏，刚才你求我的事，我答应了。前2天我已经跟您说过了，个人的私事，原谅我实在没时间与别人分享。如果您没有公事要谈，那么我跟太太先走了。看到了吧，我的母亲不会轻易承认这段婚姻，你恐怕要陪我演很久了。董事长也是为了你好。他都已经把你说的那么难堪了，你竟然还在替他说话。董事长，以前是因为对我有误会，所以才又是责骂又是收买的。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当然会生气。那现在我属于跟你一起合起伙来骗人，让一个长辈伤心难过，心里觉得过意不去。如果你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，就不会有这种忧虑了。放心吧，董事长一手把沈氏从寂寂无闻的小品牌发扬光大，心脏强大得很。他可能会难过，但难过的是他儿子的人生不再由他来掌控了。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母子之间也能闹得这么僵？其他的事你别管，也不要心存什么愧疚，就当是为了曾经的那个女人出口气吧。那个，刚才你答应过的事情，还算数吗？让他明天去找客服部的总监报道。真的吗？你绝对是我见过最帅、最有爱心的总裁，谢谢你。不过这种情况，我不希望再发生了。知子子，下不离。这个情况比较特殊，虽然他在外联上的成绩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他平时的业余爱好是电脑程序。这种人不留在公司的网络部门，可惜了呀。总裁，你别看他长得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他可是美术学院毕业的，可以去公司的宣传部门试一下，可以吗？总裁，他算账的确不行，可是你看她长得这么漂亮，好好培养一下，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公关，可以吗？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孟初夏，
你把我当什么了？申诉中心主任，还是农贸市场管理员？这2天往我面前带了多少人？你数过没有？看来你不太适合现在的工作岗位。明天开始去龙潭诺餐厅上班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你的职责是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办事，不是利用沈太太的身份解救众生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什么沈太的身份。带到你面前的这些人，也的确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。到此为止，明天去餐厅报道。最近的确是我越界了，不过我真的只是想跟你商量，最终说了算的还是你。就好像我的生活一样，最终还是由你来决定。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先走了，总裁。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。怎么会？咱们约好了吗？再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考核通过了才能留下。谢谢总裁，谢谢。让你见笑了自己员工的麻烦。你跟初夏还好吗？上次刚刚跟你谈过，今天就看到这个场面，实在是不让我放心啊。一点小矛盾，工作范畴之内。这算是在监视朋友的婚姻吗？叫监督更合适。我既关注初夏和你结婚后过得好不好，又同时是你们的朋友，不冲突吧？怎么，你会紧张吗？欢迎监督。关于新口味咖啡的广告问题，你提的建议我考虑过了。从美国运的东西到了吗？小姐，今天上午刚到，放客厅了。晚饭不用准备了，我不在家吃。是，小姐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跟沈安约了谈工作，上车吧，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坐公车回去就可以了。也好，那我把车放下，陪你一起坐公车。看来你还是害怕闹绯闻啊，沈太。学长，你就别再开我玩笑了。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你和沈安在吵架。今天是我的错，可能最近跟沈安熟了一些，所以一时之间头脑发昏，忘了自己的位置。你是他的妻子，有什么意见去找他沟通，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，怎么能用头脑发昏这个词？初夏，那天陪菲菲的时候，我说的话不是客气。虽然你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我还是愿意做那个陪在你身边的朋友。当然，如果沈安不介意的话。他怎么可能会介意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学长你能这么想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最近的确是我越界了，不过我真的只是想跟你商量，最终说了算的还是你。就好像我的生活一样，最终还是由你来决定。
谢谢。初夏，如果现在有什么事情是你自己不愿意做，又或者是沈安强迫你做的，我可以去跟他谈谈。啊？说实话，你们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，我一直不理解。但如果其中有什么隐情的话，你不妨说说。很多时候，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学长，你太多虑了。沈安他不是坏人，我也没有那么好欺负。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没错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是我想都没想过。生活也好像脱离了原先的轨迹，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换了个工作，遇到了真命天子，晚了5分钟，结果发生了不幸的车祸。任何一个选择，都有可能改变你人生的轨迹。的确，这场婚姻把很多东西都给打乱了，越来越多的人牵扯进来，跟我有关的，跟我无关的，的确让我有一点措手不及。可这么多的生活经验告诉我，混乱总会过去的，生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平静。所以泰迪学长，你就千万别再卷进来了，就让我一个人一点一点把生活整理好，好吗？好。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。不过下次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、无助的时候，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我一定会出现在你需要我在的地方。谢谢。我回来了。啊，加班开会真累人。哦，正好赶上吃饭，我去洗手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饭桌上呢就只够我们2个人吃的，多一粒米都没有啊。你不是说好了吗？在这个屋檐下生活要有界限。我以为你托我照顾梦想之后就不好意思再提界限这个词了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某些人脸皮的厚度。得了吧你，前几天你把梦想怎么着了还不一定呢。你看把孩子吓得都不听话了。孟初夏，承认吧，你这是在公报私仇，你纯粹是在发泄白天在公司所遇到的不满。有问题吗？在公司里你是老大，在这儿嘛，我是老大。再说了，没有人有义务做好饭等你回家吃饭，好吗？去吧。我去开。别！你去开算怎么回事啊？万一是熟人呢？孟初夏，你的逻辑太奇怪了。我是一个丈夫的身份住在这儿，又不是来偷情的。沈哥哥，嫂子，哎呀，嫂子，你们家好温馨啊！你们把东西放下，回去吧。你就是小梦想吧？你是？啊，我是沈哥哥的朋友，我叫乔佳颖，你可以叫我佳颖姐姐。照他这么说，你得叫我阿姨。从长相上来说，叫你阿姨很合适。叫阿姨好。真有礼貌。佳颖，你坐，我去给你拿点水。啊，不用，嫂子，你们结婚我都没来，本来应该早点来拜访的，可是我这几天太忙了，这不今天刚抽出时间来，我给你们送新婚贺礼来了。哎呦，你还准备礼物，太客气了吧？来，沈哥哥，沈哥哥，你还记得吗？这幅画是悉尼一个油画大师送给我们的，你以前不是特别喜欢吗？哇，这太漂亮了！这是你们2个？对，是我们。嫂子，
我知道在你们的婚房放我的画像好像不太合适，不过艺术跟照片还是有区别的，重要的还是画面上的美感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。而且沈哥哥以前最喜欢这幅画了，以前跟我说过好几次想托人从美国带回来，所以这回我就自作主张托人从美国带回来了。嫂子，你不会太介意吧？当然不会，多好看呀！我去上拿物去啊。哦，对了，我为你们带吃的了。我们已经吃过了。没关系，那就当夜宵吧。沈哥哥每个星期都要吃的，不然就会不舒服，对吧，沈哥哥？哦，对了，沈哥哥，我把你的真丝被也带来了。沈哥哥，你不是说不盖着它睡觉的话会做噩梦吗？啊，嗨，沈大公子，这2天睡我们家的棉被没有割上点娇嫩的肌肤吧？有吗？好啊，在这个家里，你的要求是第一位的。佳颖，不管他们，我陪你去。妈，我要喝营养莲子汤。现在，看来小梦想不太喜欢我在这里。不能，他最近中考，脾气不是很好。你是客人，想待多久待多久。小孩的话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的，嫂子，怎么会呢？谁会跟这么可爱的小朋友一般计较啊？而且我小时候脾气比他还大呢，是不是沈哥哥？因为他老往我学校跑。我喝口水。哎呦！哎，我是不小心的啊。孩子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？佳颖。又不是故意的，这右边会左脚绊了一下。不是故意的，怎么踩得这么巧啊？这不正好说明我们是故意的吗？快跟你家养安道歉，快点，快点。对不起啊，乔阿姨，我不要把你的礼物弄坏了。不过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心地一定很善良，不会在意的，对吧？这孩子说话客里客气的，对不起啊，佳颖。你乔阿姨当然不会在意，对吧，小影子？没事啊。哎，不去办调职手续，带我去哪儿？离开之前，我想送你一个礼物，跟我来吧。哦，对了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我想为梦想的行为道歉。昨天他那么对乔小姐，确实有点过分。不过这个孩子真没什么恶意的。
换作是15岁的我，可能也会这么做，所以你没有必要擅自替梦想道歉。是我感觉出了问题了吗？为什么这2天你跟梦想突然间好像一个鼻孔出气似的，连说话的调调都很像？真不知道你们2个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。很简单，这个就叫做英雄相惜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蛇鼠一窝呀？你也在这个窝里，你别忘了。后来。这就是礼物。这么想跟我单独喝咖啡的话，我可以提供更好的场所给我们。喝咖啡。昨天是我的错。毕竟在职场也打滚了几年，虽然没有什么成绩，但我至少知道，像你们这样的老板看待问题跟我们这样的小员工是不一样的。所以，我不应该借着跟你有交情，就向你提出那么多要求。对不起。那么你以后还不给我饭吃吗？你最后也没饿着吧？所有事情都是你说了算，还不让受害者发泄一下情绪啊？嘘嘘。干嘛？怎么了呀？这是？哎，现在都第几稿了呀？都第6稿了，还不让我过？再来1稿啊！都快召唤神龙了。行吧，加油！气死我了！他是王大个，平时嘻嘻哈哈的，脾气特别好，但是他最大的烦恼就是他的顶头上司。他们组长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什么话都不一次性说完，所以王大个的文案也已经来来回回的改了很多遍。所以你想让我跟他组长谈谈？哎，不是。我是真的爱你，哎呦，可是我那客户他不爱你啊！行了行了，我这一上午连口水都没喝，我嗓子干死了。这个是Maggie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经常飞来飞去的，但是她的男朋友特别的粘人，就算是出差也非要跟去，所以业绩就受了很大的影响，2个人也没少吵架。公司里还有婴儿？这个是芳姐，她的孩子还没有出哺乳期，所以老公就经常趁着休息的时候把孩子抱过来，一解母子的相思之苦。我知道，在你的心里，沈氏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，每一个员工就像一个又一个的零件，如果零件坏了，就该马上换新的。可是这些人，有喜，有悲，有烦恼。今天可能不及格，但明天经过努力，也许就能拿到100分。他们跟机器零件不一样。我其实真的没有干扰你管理的意思。前2天让你为难，我道歉。说是礼物也好，说是你又一次帮我的忙也好，我只是想在离开这里之前，带你重新认识一下这里的员工们。我走了。慢慢吃，小心点，慢慢。我搬进来也有几天了，你们母子怎么就不知道好好效仿一下我这种优秀的人是怎么生活的？沈总，重新认识了那些员工之后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不错，挺好的。那我的职位是不是也就不用调动了？再见。
从今天起，孟初夏小姐正式成为这家餐厅的店长助理。好，我一定会让她尽快熟悉店里的业务。那沈太，请跟我去办一下入职手续呗。叫我初夏就行了。按他的意思来，工作的时候忘掉什么总裁夫人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是，那请。总裁，沈太工作的事情，是不是要再考虑一下呀？怎么了？店长助理是一个要负责很多具体事务的职位，沈太在这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，恐怕工作起来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我想，你是不是应该安排一份既清闲又体面的工作，这样也符合她的身份呢？你的意思是，名义上给她一份工作，其实把她养起来 ？Yes。我想，如果你要这样安排的话，沈太也许会非常满意的。沈太，你看啊，因为上我们酒店来点红酒的比较多，上红酒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两手托着，不能握着，温度是决定红酒味道的关键啊。是啊，工作清闲，每个月还按时领薪水，照理说都应该喜欢吧。但是他我可不太确定。哭什么哭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知道吗？分手。店长，那位客人把桌子上的陈设蜡烛当甜品吃了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去提醒他一下？别呀，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很窘迫了，这时候上去提醒，他不更尴尬呀？吴店长，你看要不要我们的人偷偷的把其他桌上的蜡烛收掉，然后再派一个人去给这个女孩换一个骨碟，借机把她的蜡烛也给收回来，怎么样？好主意，快去。是。做咱们服务行业的，什么人都能见到，以后你就会习惯了。我以后会多加注意点。我去。好。你好，麻烦给您换个骨碟吧。非常好啊。请问您的甜品还用吗？请慢用。以前以为他跟谁都吵不起来，是因为单纯怕事，所以才安排他去做劝退员工的工作。现在我发现他是真的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，并且把人当人来相处对待。这一点说起来普通，可又有谁能完全做到呢？上一份工作确实不适合他，但咱们的餐厅确实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。能有孟初夏来帮助店长，是餐厅的运气。沈哥哥，阿弟他好像生病了，不舒服，你快回来看看吧。怎么不吃饭呀？这不是黑暗料理，每一样菜我都照食谱做的，尝尝。陈叔叔还没回来呢，不如等他回来一起吃吧。梦想，你没事吧？我的意思是，不然咱得多洗2次碗，多浪费洗洁精啊。
干嘛？借口。你现在明摆着跟沈安站到一边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他到底把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不用怕，他现在不在，有什么事跟妈说。他是不是吓唬你了？我回来了。进家门能说一句我回来了，感觉还真不错。已经开饭了，我去洗手。哎，我说过这是你的饭了吗？孟初夏，你这受害者情绪要发泄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去给你拿碗筷。我吃饱了。哎，你又干嘛去啊？给梦想送一杯果汁啊。就只是送果汁吗？要不，你去送？不，你去吧，我收拾一下。嗯。今天表现不错。不要的东西呢？梦想，我今天又看了一本书，一口气读完还是挺累的。怎么样，中考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你复习得很辛苦吧？加油，再坚持一下就是胜利。我会在这里为你补劲儿的。没了。没了。这算什么？人脸都没有看到啊！瑶瑶的脸有点浮肿，怕吓到你，死活不让我拍。浮肿？没事吧？放心吧，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。说什么呢？下次是什么时候？别太心急，您妈妈经常去看瑶瑶，跟她父母现在关系好得很，所以我录视频总要找机会避开他们，否则很容易传到你妈耳朵里。这道题你懂了吗？
先是假设 x 等于0，然后找出与 y 轴的交点，同理找出与 x 轴的交点，两点确定一条直线以后，就可以确定了直线的位置。然后呢？正在听墙角的孟初夏小姐，我什么时候偷听了？我不是收拾桌子准备洗碗的吗？哦，我真没有想到你们家的碗居然还会飞。哦，隐形的翅膀，听过吗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最近你没事就往梦想屋里跑，开作战会议似的，商量什么呢？国家大事，别敷衍我行吗？我很严肃的啊。梦想是我儿子，他最近变化这么大，你总该让我知道为什么吧？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嘛。我们两个都是男人，共同语言比较多而已。沈岸，我认识你这么久了，哪一件事情你办得简单了？行，我斗不过你。现在瑶瑶的手术也做完了，我们这场游戏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你说吧，我跟梦想什么时候能搬走？孟初夏，想不到你不仅爱听墙角，还很忘恩负义。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当初说好了，等到媒体不再关注你和我母亲承认这段婚姻的存在，咱们再默默的结束。前几天跟董事长的碰面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本来就是嘛。另外，媒体依旧是关注你我的动态的，詹姆斯经常能接到询问电话。你别再骗我了，行吗？这2天已经没有我们俩的新闻了，记者也早就把我们俩忘了。你确定现在没有人跟着我了吗？嗯。你可以自己来看一看。没有新闻，是因为我每天按时回家，一旦搬走就是头版头条，明白了吗，孟初夏小姐？不要太小看记者们的敬业精神。哎，总裁，我们还需要在楼下蹲守几天呀？今天可以先回去了。请您看一下菜单。唉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那个，这个都还不错。你什么态度呀？叫您店长过来，我要投诉。不好意思，客人，我们店长现在不在。这里嘛，就是我最大。好了，坐了。怎么了？你这一脸明媚的忧伤。因为沈岸吧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呀，平时只有2个样子，一个呢，上班时候的职员样，一个呢，回家以后的妈妈样。现在你的脸上突然出现这种小忧伤的样子，只能代表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夫妻生活不协调。我还有工作，先走了。哎，好了，不闹了。怎么了嘛？什么事儿？这2天也不知道沈岸给梦想下了什么药，2个人关系好的不得了，梦想还老替他说话。还有呢？没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你愁什么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梦想那孩子，看见谁都是一副臭脸。以前嘛，也就对若楠能够好一点。这沈岸刚搬进我们家的时候，梦想是一个好脸都没给，这才几天也就被收买了。怎么想都觉得不对，我怀疑沈岸他威胁梦想。你有被害妄想症吧？哎呀，他们俩脾气多像啊，这一拍即合很正常。不过说实话，你突然提到若楠，我觉得当初若楠真的把你托付对人了。沈岸现在真的代替若楠照顾你，照顾梦想。所以说，老天对你还是不薄的。
那他这么对若男的话，就公平了吗？不公平，所以你有这样的福分，要珍惜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尽快搬出去才行。孟初夏，于情，沈岸帮了你那么多，你理所当然也应该回报他，陪他好好把这出戏演完。于理，要是你这个时候搬出去，梦想突然兴风作浪，又少了沈岸这座镇山石，我看你怎么管得住他？嘿，我还管不住一15岁的孩子啊！你管得住，你特别管得住啊！有些时候。好的，那我现在马上去机场接一下。OK， 拜拜。你会不会开车啊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车有保险，我能赔。赔？我马上要去接个大客户，他看见车成这样，对我们什么印象啊？单子黄了，你赔得起吗？你这什么意思呀？你要接客户，我不用接客户吗？你这是讹上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单子黄了，你也照样赔不起。有事联系我吧，我先走了。喂，你不能走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还动手动脚的呀？你把人车撞了，你要走啊！非礼了！好，那就这样。非礼了！非礼了！小王，怎么回事？魏总，他把我们车给撞了。这是你的车啊？你怎么能非礼这位女士呢？魏总，我冤枉啊！他扔下张名片就想走，您在这儿，我又不方便做主，这才……那也不能随意的就拉扯这位女士啊。抱歉啊，这位是我的司机，如果他做了什么失礼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。啊，没有，也有我的错，主要因为我要接客户，赶着走，话没说清楚，才造成这场误会，对不起啊。魏总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啊，没事的，我会跟那边打个电话，让他们稍等一下。这样吧，你去把我另外一辆车开过来，另外给司机小高打个电话，让他把那辆 SUV 开过来，送这位女士去见客户。哦，抱歉啊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我就擅自做主调一辆车过来送你。我是想叫我另一个司机开车送你去见你的客户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谢谢。
早知道我在后面跟着，对不对？啊？沈安，你诚心溜我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某些人没有跟踪偷窥的意图，也不会上当，对不对？你和梦想的生活方式太没有规划，借此机会体验一下一家3口的早起锻炼，不觉得健康又温馨吗？谁跟你是一家3口啊？你充其量只是睡在我旁边的陌生人。站住！你刚才怎么一句话都不替我说？我不是不替你说话，我是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认识你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联合起外人？了啊！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还有你，别躲！怎么，没见过这么帅的人洗水果啊？你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？你跟梦想。沈安，你还拿钱滋我！是水龙头都坏了。鬼才信你！这么大了你还玩这个？哎，别动，真的坏了。哎，真的坏了！关上！哎。看哪儿呢你？你个流氓！你坏蛋！你个流氓！你看什么看你？你看！别打了！流氓就是因为你，就是你！别打！哎，流氓！哎，没见过的东西突然出现，任何人都会看两眼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人性。那个螺丝刀没找着。螺丝刀没有？那个眼药水有没有啊？我的眼睛3分钟之内肯定会发炎的。看哪儿呢你？财务报表我会交到财务部，顾客反馈的意见我也会做一个方案交给你的秘书。好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孟初夏，你到底是跟着吴店长来公司汇报工作的，还是过来散步的？
有话要说是吗？今天早上呢？啊，好，我现在原谅你了。你原谅我？沈总，你没搞错吧？被人看到的可是我啊！似乎我也被什么人看到过，而且看得更彻底啊。所以我就说嘛，这男女合住在一起，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这种事情。希望你以后能够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行为，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多远才合适？3米？没错，3米。以前在省市的时候，你不也让我跟你保持3米的距离吗？怎么，做不到吧？孟初夏，你不会是怕我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吧？是谁给你的这份自信啊？放心吧，我知道咱们跟其他的夫妻不一样。知道就好。咱们这样的更刺激。变态！小影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约不到你这个大忙人，我只好配合你共进午餐啦。来坐啊。沈哥哥，你还记得这家寿司吗？你以前最喜欢吃了。今天的三文鱼特别新鲜，来尝一下啊。切，结了婚就是不一样。味道怎么样？很不错。这家店的老板是我朋友，所以给我准备的也是最好的食材。而且，这个老板和他太太的关系很有意思，他们是形婚。形婚？就是形式上的婚姻。他们2个人因为各自的目的组成夫妇，虽然住在一起，但有名无实。那岂不是太无聊了？婚姻这东西，深入体会才会发现特别的趣味。乔小姐，总裁，要不我待会儿再来？不用，东西都找来了。带来了。由于不知道您要的是哪种工具箱，所以呢，我就带来了比较全的一种，里面有不同型号的螺丝刀和扳手，还有空气湿度测试表和电压表。我订的东西到了吗？在这里。由于最高档的这款库存比较少，所以呢，商家听说您要呢，就紧急调货，不到2个小时之内就送到了。沈哥哥，这个家里的水龙头坏了，需要换个新的。啊，怎么在嫂子家还要做这些吗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婚姻这个东西很有乐趣，这些事也是它的乐趣所在。啊，詹姆斯，下午好像没安排了吧？那我提前下班了。好的，我去备车。沈哥哥，饭还没吃完。已经吃饱了，谢谢你啊。我急着回家，所以先走一步。你吃完了，詹姆斯会派车送你回去的。沈哥哥，怎么样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啊。水龙头也能这么有艺术气息，沈总真是让我开拓了眼界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用谢我了，对我来说举手之劳而已。梦想，一会儿你下楼再去买一个新的水龙头回来啊。为什么？啊，等，这个眼神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。你的眼神里充满了嫌弃。
3米的距离，别忘了。在这个房子里跟你保持3米距离，我就要到墙外面去了。你说说，这水龙头到底怎么了？沈总，你不觉得它跟周围一点都不搭吗？把它放在这里，就好像金光闪闪的沈大公子住在我们家一样的不和谐。这简单，我让詹姆斯派人来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换了就是了。那样的话，最好把我跟梦想也给换了。孟初夏，我真是不明白，就算一开始让我住进来不是你情愿的，可是我带来了些什么呢？我带来了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好吃的饭菜，还成了你儿子的好朋友，有这么多的好处，你为什么你还总是挑三拣四的？一会儿怀疑我威胁了梦想，一会儿又担心我跟你距离太近，难道除了这些，你就没有觉得家里有个男人挺不错的吗？谁说我们家没有男人了？梦想不就是吗？在我们家只需要1个男人就够了，不需要再添1个。慢慢的，你就会意识到，我在这个家有多重要。梦想，起床了，梦想。坐下。平常你就这么换灯泡的？你自己来。那样做很危险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不就想让我承认家里有个男人的好处吗？很遗憾，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。这10几年来，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没男人过得也挺好。你别忘了3米的距离啊！忘了的是你吧？保持距离这件事我从来没答应过。反正梦想上辅导班还没回来，今天你站上去一回，我就把你抱下来一回。我警告你，你如果再敢碰我，立马搬东西走人。你干嘛呀？既不能碰你，又要保证你的安全，我只有这样护着你喽。喂，小影子。沈哥哥，我手被烫伤了，好疼啊，怎么办呀？别急，先让司机把你送到医院去，咱们在那儿会合。张英怎么了？手烫伤了，我要赶快去医院看他。那你还不走？我不想看完了烫伤的，马上要照顾摔伤的。啊！再有什么危险的家务别做，等着我回来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不是100%纯粹的爱情，就有瓦解的可能。
小燕子，你愿不愿意做瓦解他们的人呢？还好不是很严重，这2天不要碰水，注意饮食，留下疤就不漂亮了。沈哥哥，幸好有你在，要不我真的要被吓死了。没什么大事，你在这休息一下，我去交费。喂，佳颖啊，听说那手烫伤了，没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一点小伤，倒是把沈哥哥紧张坏了。嫂子，实在是抱歉，这么晚了还叫沈哥哥出来。本来我给他打电话，只是想问问他烫伤之后该怎么做紧急处理，谁知道他非要送我来医院，我怎么劝他都不听。现在他去帮我拿药了，一会儿他想送我回家，可能回去会晚一点。嫂子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哎呦，没事儿，佳颖，拜托你能让他陪你多长时间就陪你多长时间。哎，能不回来就别回来啊。啊，对了，以后你想找你沈哥哥的时候，尽量找他，尤其是下班之后，他时间多的是。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说反话吗？你要注意啊，食品卫生是最重要的，必须牢记。都记下。这个甜品做的成功与否，主要取决于奶油和果酱。你好，客人，我们现在还没到营业时间，况且现在我们这里是工作区，您不方便进来。我找孟初夏。哎，初夏，菲菲，你过去一下。谢谢。菲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一件好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遇见我的另一半苹果了。真的吗？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这辈子都等不到他了，我以为我就没这个命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就这么突然出现了，在我老死之前，我真的遇到他了。傻瓜。以前我虽然一直都相信有另一半苹果的存在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那是什么样的感觉。一直到我遇见他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天作之合，心有灵犀。一个眼神，一个微笑，哪怕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，我们都能马上明白对方要说的是什么意思。那个熟悉的感觉，好像认识了一辈子。菲菲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才知道你原来多渴望这个人的出现。以前每次失败的时候都一定很难过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这么久了都没能体会你内心的感受。我以前应该好好安慰你才对，对不起。没
没事啦，只要能遇见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以前受的那些不开心又算什么呢？初夏，真的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俩现在都遇到命中注定最重要的男人了。菲菲，你那个是最重要的男人，我这个是最重要的敌人。怎么啦？又跟沈安闹不好了？我可提醒你啊，中考眼看没几天了，你可不要有什么不安定的想法，比如搬家之类的。哎，我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就菲菲，你不觉得自打我认识沈安之后，什么事儿都他说了算？我跟他争，我好像就从来没赢过，害我被迫跟着他的步伐生活。孟初夏，以你的这个战斗力，你跟谁在一起能赢啊？你浑身上下稍微有一点杀伤力的，应该算你那个什么黑暗料理了吧？不过反观沈岸，他绝对是一个成熟版的梦想，那战斗力绝对是以几何倍数在增长，你知道吗？人这一辈子啊，最愚蠢的就是无谓的抵抗。过几天就考试了，紧张吗？还行。那个瑶瑶怎么样了？啊，恢复的挺好。他说等你中考完了，找时间可以见一面。真的啊？需要我帮你打120吗？味道还可以啊。味道很有趣啊，外面的巧克力已经变硬，配着软软的茄子，口感还不错。那你再吃点。难道我妈今天？糟糕了！既然您这么爱吃的话，以后每一天都给您做一盘，怎么样？好啊。看你能整多久。
你是不是觉得那些菜，啊，就是梦想说的黑暗料理，能戏弄到我，让我害怕呀？啊，孟京夏小姐，你果然是装的。为了要斗过我，开高档餐厅的沈大公子居然面不改色的忍了这么多天。我只是看破了你的企图，并没有说我是装的呀。那些黑暗料理虽然味道奇特了点，可就是因为这样才让人很有期待。不好意思，这个蛋糕好像挺特别的。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让初夏替我跟你聊两句，没想到那天你比任何时候说的话都多，于是我很可耻地求他帮我，最终你确实逐渐向我靠近，可我却不敢说出真相。还有那个打动你的彩虹蛋糕，居然也是出自初夏之手。人生有的时候就像你做的菜，不知道下一口会是什么滋味。比如说，你能想到我们会有今天这样一个夜晚吗？什么样的夜晚？你想干嘛？孟初夏，你想干嘛？你这反应是不是过分了？听到了吗？啊？外面有声音。让你什么？别看到我。哎，我上辅导班去了啊！啊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一会儿下楼的时候，千万别被那只小猫吓到啊！
昨晚猫的事情，你保证不说出去啊？看心情吧。哎！莫初夏，你脸红了。你好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吗？一会儿再点吧。好。为什么会脸红啊？喂，小影子。沈哥哥，我在外面吃饭呢，可是现在菜都上了，我才发现自己没带钱包，司机电话也打不通了，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？现在家里有点事，我让詹姆斯过去吧。佳阳，你沈哥哥马上去找你，你等他一下啊。孟初夏，你脸红了。我还真是因祸得福，虽然忘记带钱包，却换了沈哥哥在外面陪我吃顿饭，真是不容易。沈哥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是不合胃口吗？我不饿。这家餐厅上菜速度有点慢啊。本以为我到这里的时候你也该吃完了。怎么，沈哥哥现在连陪我坐会儿的耐心都没有了吗？小影子脾气好像变差了。谁让某些人最近总是冷落我呢？不过还是亏了沈哥哥来救我。哦，应该说是亏了嫂子来救我。沈哥哥，嫂子好像还真是不太一样，一点都不像结了婚的女人。她很大方，一点都不在乎你回不回家呢。哦，初夏，他把对我的爱都藏在心底，不在表面。为什么会脸红呢？怎么这样？一定是太久没有跟男人接触了。哎，沈太，吴店长，你是不是病了？怎么脸越来越红啊？啊，今天腮红抹多了。吴店长，你怎么又叫我沈太啊？嗨，我这不是不习惯吗？对，初夏，这是你这个月的薪水单，看看。谢谢店长。怎么这么多呀？店长，不会是因为我是沈安的太太，所以才……放心，总裁吩咐过了，在工作上呀要对你一视同仁。那你看看这些就明白了。每个人都涨了是吗？对呀，你还不知道吧，初夏？上个星期啊，集团进行了制度改革，提高了员工的绩效工资和福利。还有，这2天你没发现吗？上个月业绩最差的小米和小强都没来上班呢。
他们是被劝退了吧？没有，新制度规定啊，这个淘汰竞争制度还是有，但是业绩最差的员工啊，还有再学习上岗的机会。小米和小强啊，去总部学习了，过2天就回来。如今这集团是越来越为员工着想了，同事们都很开心啊。看来他把我说的话都听进去了。哦，原来是你给总裁提的意见呀！沈太就是沈太啊，这威力可够大。不是我什么都没做，是总裁感激大家对沈氏的付出，所以才做出了这些改变。不过说实话，初夏，自从我们总裁和你结婚以后啊，那是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原来员工们对他是又敬又怕，你知道现在员工怎么说吗？说总裁和他们的距离啊是越拉越近了。店长，总裁来检查工作了。那沈太，我去看看了啊。你先忙。难道是涨工资的原因吗？总裁今天看起来特别帅。你没事吧？当着沈太的面也讲话吃总裁，你觉不觉得总裁的面部肌肉有点问题？好像永远都是那个表情，从来没变过。你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总裁笑了。原来他会笑啊，笑起来还这么温柔。笑。太迷人了。我刚才笑了吗？啊，店长，你先去忙吧。总裁，下一个会议的时间就要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先去备车。那好，我去备车。我怎么会突然对他那样笑起来了？疯了，疯了，完全是疯了。